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明明觉得自己身体完全健康，却在健康检查时被告知已经是慢性肾脏病第3期了。你没有听错，没有痛，没有水肿，没有泡泡尿，也可能早就默默受损了。这就是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，肾脏里没有痛觉神经，受伤20%、30%，甚至50%，你可能完全都感觉不到。很多人以为没有痛就没有事，结果往往错失了黄金逆转期。今天我要揭开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秘密：谁的肾脏最容易受伤，以及为什么这4类人正处于高压状态。看完影片，你还会知道一套政府提供的免费健检方案，可能就是保住你肾脏的最强保单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肌健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。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核心观念：什么是高肾压？在进入4大高风险族群之前，我们现在搞懂一个核心的概念：高肾压。很多人都听过3高，也就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但很少人有听过高肾压。想象你的肾脏里有数百万个微小的过滤球，也就是肾丝球，它就像是滤水器的滤芯一样。当身体出现某些状况时，流进肾脏的血液压力就会升高，就好比用高压水柱去冲洗精细的滤网。短期来看，滤网好像过滤得更快，但长期下来，滤网就会被撑破、纤维化，最后彻底失去功能。这也是为什么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一旦肾脏的滤网坏了，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难帮它长回新的一片。所以，先了解自己的风险，其实就是在帮你的滤网减压，保护肾脏的健康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分析4大高风险族群。第一，3高族群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高血糖或高血脂，你的肾脏负担会跟着加重，肾脏压力自然也会升高。根据统计，3高患者得到肾脏病的机会比一般人高出将近2到4倍。高血糖会让血液像砂糖水一样粘稠，损伤微血管；高血压则像是强烈的水柱，直接冲击我们的肾丝球。这2个加在一起就是肾脏的噩梦。给你一个建议：积极控制3高，其实不只是为了心脏血管，也同样是为了你的肾脏健康。王先生55岁，是一位工程师。已经有5年的高血压病史，但他总觉得药物是毒，身体又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所以常常1天吃药3天停药。直到某次健康检查发现尿蛋白超标，他来找我时，肾功能已经下降到肾丝球过滤率不到60分。他懊悔地问我：“医师，我只是血压高了一点，为什么肾脏会坏掉呢？”我告诉他，这5年的高血压就像是用高压水枪在持续冲洗你那薄如蝉翼的肾脏滤网。虽然当时没有感觉，但伤害是持续累积的。现在透过积极控制血压和调整生活习惯，他的肾功能才终于稳定下来。第二，长期服用止痛药者，你有慢性疼痛吗？很多人头痛、关节痛，习惯直接跑去药局买强效的止痛药。如果长期服用非类固醇抗发炎止痛药 NSAIDs， 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伤害。这类药物会抑制前列腺素，让进入肾脏的血流减少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急性肾损伤。如果你有长期使用止痛药的需求，一定要咨询医护人员，并定期追踪你的肾功能。小李才28岁，是个健身的爱好者。因为长期重训导致下背痛，他为了不影响训练进度，每天固定吃2颗强效的止痛药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的尿量突然变少，脚踝还水肿。检查后发现，他的肾功能指标肌酸酐竟然已经飙升了。这就是典型的不当用药造成的肾脏伤害。如果你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，请一定要记得咨询医师，并定期追踪肾功能。第三，吸烟者。你会抽烟吗？很多人知道抽烟会得肺癌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抽烟其实也会烧掉你的肾脏。吸烟会破坏肾脏结构，导致高肾压，甚至可能引发蛋白尿。什么是蛋白尿呢？其中一个可能的表现就是泡泡尿，这代表肾脏的滤网已经出现破洞，原本应该留在体内的蛋白质跑到尿液里面去了。很多人会说：“我尿尿没有泡泡啊。”
其实蛋白尿初期很难用肉眼看出来，必须靠尿液检查才能测得。老张60岁，他常说：“我都抽这么多年的烟了，也没有看过尿液里面有泡泡啊。”结果一次健检，他被发现有微量的蛋白尿，他无法理解，以为那是广告吓人的。我告诉他，微量蛋白尿就像滤网刚开始破洞，肉眼看不出来，等你真的能看到明显的泡泡尿时，通常已经漏得非常严重了。老张听完后立刻戒烟，配合饮食调整，现在蛋白尿的情况已经大幅改善。第4，肥胖者，大家现在可以算一下自己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，计算公式是体重单位是公斤除以身高单位是公尺的平方。标准界限正常 BMI 是介于 18.5 到24，如果你大于24就属于过重，大于27则算是肥胖症。为什么会伤肾呢？体型越大，代谢负担就会越重，肾脏也会承受更高的压力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高肾压。除了控制体重，更要定期追踪肾功能，别让肾脏天天超时加班。陈小姐的 BMI 达到29，她觉得自己只是体态不好看，没有把肥胖当作疾病。直到发现自己容易疲劳，检查后才知道肾脏已经处于高压代偿的状态。我告诉他，肥胖就像让肾脏每天扛着重物上班，长期下来，肾脏就像在过劳加班。透过减重和控制糖分摄取，他的肾脏压力明显减轻，状况也慢慢改善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好消息是，国健署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免费健检方案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。65岁以上，每年可以免费筛检1次；40到64岁，每3年可以免费筛检1次。特殊的族群，像是55岁以上原住民、35岁以上且曾患小儿麻痹者，每年也可以筛检1次。这些检查包含抽血检测肾功能，以及尿液检查蛋白尿。如果你符合刚才提到的4大高风险族群，请尽快向邻近的医疗院所咨询，别让肾脏悄悄受伤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肾脏是我们身体里最任劳任怨的员工，它不会喊痛，但不代表没有受伤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清楚这4大高风险族群，包含3高者、长期服用止痛药者、抽烟者及肥胖者。如果你身边有家人符合这些特征，别用恐吓的方式，而是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，提醒他们去做一次简单的免费抽血和尿液检查。极简护肾就从定期追踪肾功能开始。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平常有定期健检的习惯吗？或者你平常是怎么照顾自己的肾脏呢？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